诸葛亮在第5次北伐时病逝于五丈原，这是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巅峰对决，就连病逝之后，双方依然在斗智斗勇。那么五丈原具体在哪？司马懿为何不与诸葛亮决战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5次北伐及病逝五丈原。从228年到231年的4年之间，诸葛亮发动了4次北伐，结果都以失败告终。诸葛亮意识到粮草辎重是决定北伐成败的关键因素，因此第4次北伐失败之后，他便决定秣兵立马，休养民生。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，他一刻都不敢懈怠，一边休兵劝农，筹集军粮，一边训练士卒，处理政务，为下次北伐做好充足的准备。为了解决粮草问题，他命人在包斜道的入口处修筑了底阁，并将大批军粮囤积于此。234年，经过3年之久的蛰伏，终于准备就绪。2月，诸葛亮率领10万大军从汉中出发，进入了包斜道。此次北伐的目标虽然是关中，但并不是准备拿下关中，而是断绝关中与陇西的联系，然后控制陇西各郡以及凉州，进而两面夹击，蚕食曹魏。这样既符合蜀汉的国情，也符合诸葛亮一贯谨慎的用兵之道。大军出发之前，他已经派遣使者前往东吴，与孙权商议对策，准备同时攻伐曹魏。3月，曾经的汉献帝，后来的山阳公，与诸葛亮同岁的刘协病逝，享年54岁。4月，诸葛亮的大军翻越秦岭，来到了眉县附近。与此同时，司马懿也率军来到了渭水北岸阻击。这时，司马懿对将领们说，如果诸葛亮从武功水出兵，沿着秦岭山脉向东进军，的确有些麻烦，但是如果他向西前往五丈原，那就不必担忧了。渭水与武功水交汇的三角地带，有一块凸起的黄土台，被称为五丈原。原上地势平坦，东西两侧则是陡峭的山壁，地形非常险要。不出司马懿所料，诸葛亮果然率军前往五丈原安营扎寨。得知诸葛亮驻军五丈原，曹魏的将领们便建议司马懿放弃渭水以南，在渭水北岸扎营，等到诸葛亮率军渡河之时，半渡而击，定能击败蜀军。可司马懿认为渭水之南有百姓积聚的粮秣财物，不可放弃，于是他率军渡过渭水，然后背靠着渭水筑垒扎营。这时，曹魏的将领们想起司马懿的推断，只要诸葛亮进驻五丈原，便没什么可担心的。于是诸将非常高兴，只有郭淮忧心忡忡。他对众人说，诸葛亮肯定会越过渭水，占据北原，然后便可出兵北山，断绝陇道，扫荡魏国的百姓以及北方的胡人，此乃国家安危之大患啊！司马懿这才意识到了北原的重要性，于是立即让郭淮等人率兵防守北原。然而堡垒还未修筑完成，诸葛亮就已经派兵前来攻打了。所幸郭淮提前做好了准备，蜀军未能攻破，只能撤兵而回。过了几天，诸葛亮再次出兵向西而行。曹魏的将领们认为，诸葛亮此次出兵一定是准备攻打西围，进而攻取陈仓，但郭淮认为诸葛亮向西出兵只是虚张声势，为了让我军做出回应，而他真正的目标一定是杨遂。于是司马懿便让郭淮和胡遵前往杨遂，加强守备。当晚，蜀军果然没有前往西围，而是调转方向前来偷袭杨遂，但由于郭淮早有防备，蜀军没有攻下，只能撤兵而回。此后，诸葛亮驻守五丈原，司马懿则在渭水南岸按兵不动，双方就这样一直对峙着。司马懿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消耗蜀军的粮草，等到蜀军粮草耗尽，诸葛亮便只能自行退走了。然而诸葛亮此次出征，在粮草供应上下足了功夫，不但在包斜道的南口囤积了大批粮草，还采用木牛流马运输，所以蜀军粮草充足。随后他还让士兵们在武功水西岸屯田种粮，与魏国的百姓和平相处，做好了与司马懿长期对峙的准备。就在这时，东吴对曹魏也发动了进攻。孙权率领10万大军进驻巢湖口，准备前去攻打合肥。如果说陇西是诸葛亮毕生所求之地，那么合肥便是孙权心中永远的痛。为了策应攻打合肥的主力，
孙权让陆逊和诸葛瑾率领万余人进驻江夏和绵口，让孙韶和张成等人进逼广陵和淮阴，以牵制曹魏的其他兵力无法救援合肥。满宠得知孙权亲率10万大军而来，连忙给曹睿上表，建议放弃合肥，将吴军引到寿春决战。但曹睿不同意，让他立即率军救援合肥的守将张颖，与诸将同心协力，务必守住合肥。他自己御驾亲征，即刻率领援军赶来支援。6月，满宠率军来到合肥后，募集了数十名壮士，以松枝为火炬，灌上麻油，顺风放火，火势在风力的作用下不断蔓延，很快便点燃了敌军的攻城器具。孙权的侄子孙泰率军前来救火，结果被满宠的士兵给射杀了。吴军不敢继续靠近，双方在合肥新城展开了对峙。数日之后，孙权得知曹睿已经亲自率军赶来合肥，再加上吴军的士卒很多都患上了疾病，攻城已然无望，于是只能下令撤军，其他2路大军也撤兵而回。此时的曹睿刚刚到达寿春，得知孙权已经撤兵后，大臣们便劝谏他引兵向西，前去支援司马懿。可曹睿却说，孙权的大军已经撤退，诸葛亮孤军无援，成不了气候，仅靠司马懿就足以抵挡了，我没什么可忧虑的。于是率军返回了洛阳。再来看诸葛亮和司马懿。诸葛亮见武功水的水位很浅，于是他让孟衍率军越过武功水，在河对岸扎营，引诱司马懿出兵。结果孟衍率军过河之后不久，天空便下起了大雨，武功水瞬间暴涨，阻断了孟衍与诸葛亮大本营的联系。司马懿得知后，立即派兵出击，攻打孟衍。诸葛亮连忙派遣工兵架设浮桥，命令弩兵向河的对岸不停射箭，以压制魏军。不多时，浮桥架设完毕，孟衍率军返回。司马懿见状并不追击，下令撤军而回。就这样，双方小打小闹的打了几仗，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战。到了8月份，双方已经对峙100多天了。诸葛亮数次发起挑战，但司马懿始终不肯应战。为了激怒司马懿，诸葛亮派人给他送去了女人的衣服，讽刺他像女人一样不敢出战，但司马懿依然不为所动。可是司马懿能够忍受，属下的将领们却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纷纷请求出战。司马懿为了平息将领们的情绪，担心引起众怒，立即给曹睿上表请求出战。曹睿得知后，连忙派遣辛毗为持节使者前来节制司马懿的大军。不多时，诸葛亮再次派兵前来挑战，司马懿一反常态，假装非常愤怒，立即整顿兵马，率领将士们做出要与诸葛亮决战的态势。结果辛毗手持杖节，立于军门之处，不准司马懿出兵。姜维得知后，对诸葛亮说：“辛毗仗节而来，司马懿恐怕不会出战了。”可诸葛亮早就看破了司马懿的计谋，他对姜维说：“司马懿本来就不打算和我军交战，他之所以做出力战的态度，其实只是做给属下将领们看的，表示他敢于出战，只是曹睿不准而已。但其实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如果他真的想开战，还需要千里迢迢派人去请示曹睿吗？”所以诸葛亮非常明白，司马懿就是想和他打消耗战。为了迫使司马懿早日出兵，他派遣使者前往司马懿的军营相约决战。然而使者到达后，司马懿并不和他谈论军事，而是对诸葛亮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他询问使者诸葛亮每天几点起床，每顿饭能吃多少米之类的话题。使者为了炫耀诸葛亮的勤勉，就对司马懿说，诸葛亮每天早起晚睡，凡是20丈以上的责罚都要他亲自批阅，所吃的饭食嘛，不到几升而已。使者走后，司马懿便对众人说，诸葛亮吃的很少，却事务繁杂，估计活不了多久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诸葛亮就病倒了。8月，诸葛亮的病情逐渐恶化，已经卧床不起了。刘禅得知后非常焦急，连忙派遣尚书仆射李福前来军中问候。李福了解完情况之后，便启程准备返回成都。然而没过几天，他却重新又返回了五丈原。诸葛亮见他返回，便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此行返回的意图。之前我们虽然谈论了很多，但是有些事情并没有交代，你是想听取我的意见吧？”李福点头表示认可。诸葛亮便对他说：“
我走之后，蒋琬接替我的位置最为合适。李福说：“那么蒋琬之后，谁可担此重任呢？”诸葛亮回答说：“费祎可以继任。”李福又问：“那么费祎之后呢？”诸葛亮摇了摇头，没有继续回答。李福走后，诸葛亮又对军中的后事逐一进行交代。他让杨仪和费祎负责统领各军，有序地退回汉中，让魏延和姜维负责断后。当月，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，享年54岁。之后，杨仪和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之前的部署，密不发丧，整顿军马，从五丈原撤退。司马懿得知后，连忙率兵追击。姜维给杨仪建议，将大军的旗帜全部调转过来，并且擂响战鼓，做出要与魏军决战的态势。司马懿见状，立即停止进兵，蜀军便缓慢后撤，退入了包斜道。这时，蜀军才正式发丧，众人才得知诸葛亮已经病逝了。百姓们给司马懿编了一句谚语说：“死诸葛，下走了活仲达。”司马懿得知后也不生气，笑着说道：“我可以预料他生前的计谋，但没法预料他死后的计谋啊。”之后，司马懿视察了蜀军遗留下的营寨，感叹地说道：“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也。”至此，诸葛亮历时7年的北伐彻底结束。他本人也在北伐的过程中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。那么，蜀军能够顺利地撤回汉中吗？魏延为何在撤兵途中发生叛乱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辽东的公孙渊反叛之后，司马懿是如何只用1年就平定叛乱的？曹睿病逝之后，司马懿又是如何成为托孤重臣的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司马懿平定辽东及曹睿临终托孤。得知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后，曹睿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了，于是他便开始大兴土木，修建宫殿。司空陈渠上书说：“现在是战乱之时，魏国的人口还不如文景之治时期的一个大郡。你如此大用民力，正是东吴和西蜀所希望看到的，希望陛下三思啊。”可曹睿却说：“王业和宫殿并不冲突，而且这本来应该是你的职责，就像当年萧何修建未央宫一样。”陈渠反驳说：“萧何修建未央宫的时候，项羽已经被灭，而且宫殿全都被烧毁了，所以萧何才修建了未央宫。即使这样，刘邦还责怪他修建得过于华丽。可现在东吴和西蜀并未平定，实在是没办法同日而语啊。”此后，曹睿稍微收敛了一点，然而他减少大兴土木之后，却开始沉迷于美色了，导致后宫的美人多达上千人，而且还挑选6名会读书识字的宫女担任女尚书，让他们处理奏章。高柔和杨阜多次劝谏，但曹睿不可听从。让曹睿非常无奈的是，即使拥有这么多的美人，可他却依然无法确立太子，因为他的3个儿子全都夭折了。于是235年8月，他将曹芳和曹询收为养子，封曹芳为齐王，曹询为秦王。236年，辽东太守公孙渊自称燕王，并且派遣使者前往鲜卑，授予鲜卑单于印绶，引诱鲜卑人侵扰曹魏的北方边境。同时，他又向东吴称臣，准备联合东吴对抗曹魏。曹睿得知后，立即征召司马懿进京，商议平叛之策。司马懿告诉曹睿，只需要1年，他就能平定辽东。238年，司马懿率领4万大军从洛阳出发，前往辽东。临走之前，他给曹睿上表，希望曹睿能停止京城的工事修建，减轻百姓的负担，以保证军需之用。公孙渊得知曹魏出兵后，立即派遣卑衍和杨作等将领，率领万余步骑兵驻扎在辽绥，并且挖掘了20多里的壕沟，坚壁高垒，以抵御曹魏大军。辽绥即今天辽宁省海城市西北的高坨子附近。6月，司马懿率军抵达了辽东，公孙渊命令卑衍率军前去挑战，结果卑衍大败而归。司马懿命令大军向东南方向进发，佯装攻打潍堑，吸引敌军的主力，而主力大军则隐蔽着渡过辽水，直逼襄平，即今天的辽宁省辽阳市。得知魏军准备攻打襄平，卑衍非常担心，连夜赶往襄平增援。大军到达首山，即今天辽阳市西南15里处，两军再次展开激战，结果卑衍再次战败，司马懿便趁机挺进了襄平。
正在这时，天空下起了暴雨，而且这场暴雨一连下了30多天不停，导致辽水暴涨。魏军的将领们非常担心，建议司马懿牵营，可司马懿下令，再敢进言牵营者，必斩。就这样，两军在大雨之中相持了数十日。公孙渊为了试探司马懿，他让人出城打柴和木马，魏军的将领们纷纷请求出战，但司马懿不同意。陈规便请问他说：“当年攻打孟达的时候，我们昼夜不停地急行军，然后突然发起攻击，最终才顺利地拿下了上庸城。可现在远道而来，为何行动却如此缓慢呢？”司马懿回答说：“当年孟达的兵力少，粮食却能支撑1年，我们的兵力是孟达的4倍，而粮食却不足1个月，所以必须速战速决。可现在敌人的兵力多于我们，粮食却没有我们多，所以不能速战。何况我并不担心敌人进攻我们，只是担心他们会逃跑。现在敌人的粮食将近，而我们的包围尚未合拢，如果现在抢掠牛马，只会逼着他们逃跑，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小利就把敌人给吓跑了。”此时，远在洛阳的朝中大臣得知辽东下着暴雨，而且敌人强大，纷纷给曹睿上表，建议让司马懿撤军。可曹睿却说，司马懿临危之变，生擒公孙渊是指日可待的，各位不必担心。两军相持了1个多月后，大雨终于停了。司马懿立即让将士们在襄平城外堆起土丘，建造望楼，准备了大量的石头，用弩弓向城中发射。而此时的襄平城里，粮食早已吃尽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，饿死者不计其数，军心已经不稳。几日之后，公孙渊属下的将领杨作等人前来投降。8月，公孙渊派遣相国王建以及御史大夫刘辅前来请求司马懿解围，却被司马懿给斩杀了，并且发布檄文，严厉斥责公孙渊。公孙渊无奈，只能率领精锐从城南突围，可司马懿早就料定了他的计划，立即派人前去追击。公孙渊跑到凉水及今天太子河的时候，被魏军追上后给斩杀了。随后，司马懿率军进入襄平城，下令将15岁以上的男子7000多人全部屠杀，公卿以下的数千名官吏被斩首，然后将公孙渊的首级送回洛阳。至此，司马懿只用了不到1年时间就平定了叛乱，使曹魏数十年以来的辽东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。随后，司马懿按照朝廷的旨意，准备率军返回关中镇守。然而，当他走到白乌即今天河南省辉县市西南的时候，却突然接到诏令，让他火速前往洛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当年的12月，曹睿的病情突然加重，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于是连忙将郭氏封为皇后，将燕王曹宇拜为大将军，让他和夏侯宪、曹爽和曹昭以及秦朗等人共同辅政。夏侯宪和曹昭得知后非常高兴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对付刘放和孙资。刘放字子期，曹操时期就被任命为秘书郎，之后改为中书监。孙资字彦龙，历任秘书郎以及中书令等官职，与刘放一起执掌中书机密。曹睿继位后，日常政务和出师用兵之事都由他2人亲自管理，甚至连朝廷决议的大事，曹睿也经常让他俩决断而行。蒋济曾经上书说，刘放和孙资的权力太重，而且每日侍奉在皇帝左右，应该加以提防，避免出现恶力专权的弊端。但曹睿不听，以至于大臣们敢怒不敢言。只要曹睿病逝，夏侯宪和曹昭掌权后，他们便准备除掉刘放和孙资。有一天，宫殿里有一只鸡飞到了树上，两人便说，看他们2个还能活过几天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如此隐喻的对话却被刘放和孙资给知晓了，两人非常担心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立即阻止夏侯宪和曹昭等人掌权。在曹睿拟定的托孤重臣里，曹宇是个最为重要的人物，因为他是曹操的儿子，辈分极高，但是他性情温顺，坚决不肯就任大将军之职，多次向曹睿辞让。于是曹睿便问刘放和孙资的意见，他们回答说，燕王知道自己难当大任，推辞也就合情合理了。曹睿无奈地问道，那还有谁可以担此重任呢？由于当时只有曹爽在旁边，刘放和孙资便顺势推荐曹爽，并且说道，应该召回司马懿，让他和曹爽共同辅政。
曹睿看着曹爽，问他说：“曹爽能够担此重任吗？”曹爽顿时间汗流满面，紧张的不能回答。刘放便在暗中踩他的脚，耳语说：“快说，以死奉社稷。”曹爽这才跪下说道：“臣愿以死奉社稷。”就这样，曹睿接受了刘放和孙资的意见，同意让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。然而，刘放和孙资出去之后，曹睿却改变了主意，下诏制止司马懿进京。过了许久，曹睿再次召见刘放和孙资，对他们说：“我本来想召司马懿回京，但曹赵等人极力反对，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”于是命令他们再次书写诏书，可刘放却说：“陛下最好能亲自书写，以防万一。”可曹睿已经四肢无力，无法书写。于是刘放立即跳上卧床，把着曹睿的手勉强地写下了诏书。27日，曹与大将军的职位被免，由曹爽接替，并且要求他和夏侯宪以及曹昭和秦朗等人立即离开，不得在宫中停留。几天之后，司马懿匆匆赶回洛阳，在曹睿的卧床前接受诏令。曹睿拉着他的手，让他和曹爽共同辅佐太子。司马懿连连叩首，答应了曹睿的嘱托。然后曹睿召来曹芳和曹询拜见司马懿，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：“你仔细看看，可不要看错了。”曹芳上前抱住了司马懿的脖颈，司马懿叩头流泪。之后，曹芳被立为了皇太子。当天，魏明帝曹睿驾崩于洛阳宫的嘉福殿，年仅34岁。几天之后，他被葬于高平陵，即今天河南省汝阳县大安乡公如殿村。之后，年仅8岁的太子曹芳继位，尊奉郭皇后为皇太后，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政。曹爽觉得司马懿的年纪和地位都比自己高，所以他像对待长辈那样对待司马懿，朝中大小事务都向司马懿请教，不敢独断专行。原本温顺低调，对司马懿言听计从的曹爽是如何变成专横跋扈之权臣的？他使用了哪些计谋，迫使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不敢继续理政，躲在家里装病，才躲过了一劫？最后，司马懿又是如何扳倒曹爽，独掌大权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爽征伐蜀汉及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。曹睿病逝之后，年仅8岁的曹芳继位，朝中事务都由曹爽和司马懿决断。起初，曹爽凡事都与司马懿商议，不敢独断专行。可是，随着亲信们的蛊惑，曹爽便有了野心。曹睿在位时非常厌恶浮华之人，于是丁密和何晏、邓阳和李胜等人便被弃用。可曹爽掌权后，却将这些人重新启用，并引为自己的心腹。丁密便给曹爽献计，让他打压司马懿。首先，他让曹爽给皇帝上表，尊奉司马懿为太傅。司马懿本来的职位是太尉，掌管天下的兵权。太傅的职位虽然比太尉高，但只是个虚职，没有实权。因此，他用明升暗降的方式，使司马懿失去了兵权。接着，他让曹爽提拔司马懿的亲信蒋济为太尉，从而免去了蒋济掌管禁军的官职，改任曹爽的弟弟曹熙为中领军，掌管禁军5营。弟弟曹训则被任命为武卫将军，统领禁军的武卫营。弟弟曹晏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掌管皇帝的侍从。表弟夏侯玄则被任命为中护军，负责总领诸将，并且负责选拔和举用武官。然后他任命自己的亲信丁密以及何晏和邓阳为尚书，统管一切政务，任命李胜为河南尹，毕轨为司隶校尉，控制京城内外。至此，曹爽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堂。丁密和何晏等亲信由于受到曹爽的信任，权力极大，凡是迎合他们的大臣便可升官进职，敢于违抗他们的人则被罢黜斥退，朝廷上下乌烟瘴气。其实，所有朝代的内政与外交，除了通过沙场征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外，还少不了谋臣之间的博弈，以及忠臣与奸臣之间的较量。就像《世界起源》这款游戏一样，不仅能让你体验名将的风采，还考验你的计谋和策略。只有合理规划科技术走向，利用文明特长，才能找到更加有效的发展之路。它从冷兵器时代的短兵相接和快马长枪，到热兵器时代的机枪大炮和飞机导弹，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现代战争，让你身临其境地体验战争与文明的发展历程。
不仅如此，世界起源还有独具特色的空战系统，为你提供更大的战场策略和战术空间。而且福利还很多，玩游戏就能领取大约4万金币的福利，全体玩家赠送5张5星英雄以及100抽资源。这么良心的手游，还不赶快前往评论区预约吗？为了能让曹爽在朝中获得更高的威望，邓阳和李胜等人便劝说曹爽征伐蜀汉。244年，曹爽亲自前往长安，征调了10万大军，不顾司马懿的反对，准备出兵汉中。他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，率领6、7万人率先出发，准备从淌洛道进入汉中。淌洛道也被称为洛谷道，是秦岭5道中距离最短，也是最为艰险的一条道路。此时，汉中的守军不足3万，得知曹魏10万大军来袭，诸将大为惊慌，建议镇北将军王平放弃关隘，固守汉城和越城，等涪城的援军到达后再抢回阳平关。可王平没有采纳诸将的建议，他让护军刘敏等人据守兴士围，他自己则率军殿后，防止魏军从其他方向攻打蜀汉的侧翼。魏军到达后，果然被刘敏等人阻击在兴士围，无法前进。不久之后，费祎便率领援军赶到了汉中。这时，由于道路险阻，军粮运输困难，魏军的粮草供应出现了危机。而且，费祎率领援军赶到后，迅速占据有利地形，至此，魏军已经毫无胜算的可能了。夏侯玄和杨伟等人建议曹爽撤兵，可邓阳却极力主张继续进军。于是，杨伟和邓阳便在曹爽面前争执不休，让曹爽非常的不爽。最后，曹爽无奈地下达了撤军的命令。然而，他们撤军的退路早就被费祎给截断了。曹魏大军经过昼夜苦战，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之后，才终于得以逃脱。至此，曹爽意图打击蜀汉、树立自己威望的目的终于落空了。然而，即使这样，也并不影响他在朝中的地位，而且是愈发的膨胀。247年，曹爽采纳何晏等人的计谋，将郭太后迁居到永宁宫，彻底开始独揽大权。何晏则根据自己的喜好，胡乱更改法规制度，蒋济上书劝谏，但曹爽不听。司马懿见此情形，担心自己遭到迫害，从5月份开始便称病回避，不再参与朝政。曹爽怀疑司马懿在装病，于是便派人前去试探。248年冬，李胜被任命为荆州刺史，临走之前，曹爽让他去向司马懿辞行，并趁机试探他是否真的病重。李胜来到司马懿的府邸，只见2名婢女服侍着，才好不容易穿好了衣服。随后给他喂粥的时候，米粥却在胸前流淌了一大片。李胜向他辞行，司马懿便说自己命在旦夕，希望能将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托付给李胜。接着他便关心李胜说，滨州挨着胡人，你要多加小心啊。李胜解释说，他出任的是荆州刺史，不是滨州刺史。司马懿则假装耳聋，思维混乱。李胜见此情形，便给曹爽说，司马懿已经神志不清，不足为虑了。于是曹爽便更加的肆无忌惮，他的饮食以及车马服饰都类似于皇帝，珍贵玩物更是数不胜数，成天与何晏等人饮酒作乐，尽情的放纵和享乐。更为嚣张的是，他竟然将曹睿的7、8个才人私自带出后宫，纳为了自己的妻妾。他的这些举动，连他的弟弟曹熙都看不下去了，多次前来劝谏，但曹爽置若罔闻。除了在洛阳城里纵情享乐，他还经常带着曹熙等人到洛阳城外游玩。大司农桓范就劝告他说，你们兄弟几个掌管着朝政和禁军，最好不要一起离开，一旦有人关闭城门，你们就无法回到洛阳城控制全局了。曹爽却不屑一顾地反问道，谁敢这样做？说完便依然我行我素。可让他想不到的是，此时司马懿与太尉蒋济以及司马师和司马昭等人正在暗中谋划着他。249年正月，皇帝曹芳准备前往高平陵拜谒魏明帝曹睿，曹爽3兄弟及其亲信们全都随同前往。司马懿当机立断，立即给郭太后上奏，列举了曹爽等人的罪证，请求罢免。此时的郭太后已经被曹爽迁居到永宁宫，已经快2年了，必然怀恨曹爽，于是立即答应了司马懿的请求。高平陵之变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首先，他让司马师以中护军的身份率兵占领城门，接着让司徒高柔行使大将军的权力，接管曹爽的军营，让大司农桓范行中领军事，接管曹熙的军队。然而，桓范准备领命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却以皇帝在曹爽那边，力劝桓范投奔曹爽。于是，桓范便带着大司农的印绶前往平昌门，这里的门后司藩是自己举荐的，因此他谎称得到诏命需要出城，司藩不好阻拦，桓范便顺利地来到了高平陵。司马懿得知后，便对蒋济说：“智囊跑到曹爽那边去了。”可蒋济却说：“桓范确实聪明，但是曹爽那种烈马一定会留恋马槽中的豆子，他不会听从桓范的计谋的。”桓范走后，司马懿便让太仆王冠行中领军事，统领曹熙的军营。接着，他以太后的旨意给皇帝曹芳写了一封奏书，派人送往高平陵。他和蒋济等人则占据洛水浮桥，准备迎接天子。然而，曹爽接到弹劾自己的奏书后，非常惊慌，不敢告诉皇帝，连忙将天子的车驾留在伊水之南，砍伐树木建成鹿角，并且征发了数千名屯兵，准备自首。这时，桓范终于赶到了，他建议曹爽立即带着皇帝前往许都，然后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全国兵马反击司马懿。然而，曹爽却犹豫了。桓范继续给曹爽献计说：“你可以利用阙南别营以及典农校尉的军队暂作抵抗，只要到了许都，我便可以用大司马的印绶调集军粮，足可与司马懿抗衡。”可曹爽依然犹豫不决。就在这时，司马懿派遣侍中徐允和尚书陈泰前来劝说曹爽投降，但都被曹爽给拒绝了。接着，司马懿派来了曹爽的亲信殿中校尉尹大木前来劝说，并且让他告诉曹爽，他以洛水发誓，只要曹爽带着天子回到洛阳，他只会罢免曹爽的官职，爵位依然保留不变。蒋济也给曹爽写信说，司马懿只想剥夺你们兄弟的兵权，不但不会加以伤害，还可以保证你们的富贵。桓范则劝告曹爽不可听信司马懿，立即前往许都。然而，桓范劝说了一夜，曹爽最后还是决定相信司马懿。主簿杨宗无奈地说道：“你手握大权，掌控着天子，难道就这样放弃权位，跑到东市被砍头吗？”但曹爽依然不肯听从。桓范捶打着自己的胸脯，痛哭道：“曹子丹是何等英豪，竟然生下了你们这帮子孙，简直像猪牛一样愚蠢。可恨的是，我还要被你们牵连，遭受灭族之祸呀！”随后，曹爽请求皇帝罢免自己，并向司马懿认罪投降。至此，高平陵之变彻底结束。曹爽兄弟被免职后，以侯爵的身份回到了府地，司马懿则在曹府的四角建起高楼，命人日夜监视。曹爽兄弟甚为不安，作为试探，他们声称食物不足，司马懿立即派人送来了食物。曹爽兄弟十分高兴，以为司马懿不会将他们赶尽杀绝。不久之后，与曹爽兄弟交情甚密的黄门张当，在司马懿的严刑拷问之下，供述了曹爽等人意图谋反的罪证。正月初时，曹爽及其兄弟桓范、何晏、丁密、邓阳、毕轨、李胜等人全部被杀，并且屠灭三族。从此，大权便落在了司马懿的手里。这一年，司马懿71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